阿姨，怎么样？海玲是不是喜欢陆四哥了？你让她知难而退了吗？海玲并没有喜欢上东明，我故意让她看到你的相片，告诉她想撮合你和东明。海玲的反应真诚又自然，没有半点心虚。她呀，真的没有肖想东明，至少现在是一点想法都没有的。我就说海家姐妹的人品及三观还是不错的。海玲刚经历一段失败的婚姻，她不会太快考虑第二春。我觉得她现在只想创业赚钱，不考虑结婚的事。她但凡对东明有一点想法，我都叫她关门滚蛋了，不允许她在那里开早餐店。但她没有，偏偏我又觉得她和东明以后会发生点什么事似的，想防范于未然吧，又显得太无理。毕竟她现在不是一个没有靠山的孤女了，她的妹妹是战家大少奶奶，战家一家人都是护短的。唐君夜不喜欢海童，都维护得很。战家与我陆家私交也极好，看在战家的面上，我也不能强行驱赶海玲关门走人。她的大姨商太太也是个厉害的，轻易不能招惹的人。阿姨，赶海玲走这件事就算了，她一个离婚女人创业也不容易，生意还红火，她不过是想赚点钱，把儿子抚养长大而已。如果陆四哥和海玲真的发生点什么，我和海玲公平竞争，我就不信我会输给海玲。若是真的输给了她，我也接受。在爱情的世界里，并不是强者就一定是爱情的胜利者的，每个男人喜欢的类型不一样。有些人单纯就想要个妻子，不要求妻子多有本事；有些人喜欢女强人，夫妻俩强强联手。陆四哥喜欢什么样的，我们现在也不确定。茵茵，只能靠你自己了。不过不管什么时候，阿姨都是站在你这一边的。现在海玲是没有想过东明，如果以后她会爱上东明，我也不会同意这门亲事，不会让海玲嫁入我陆家大门的。我的儿子连个女朋友都还没有，怎能娶个离婚带孩子的女人？阿姨，我会努力的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努力了就不后悔。茵茵，阿姨真的好喜欢你，希望你和东明能有个结果，加油！阿姨等着你改口叫我妈。小军，咱们店里为数不多的小说都被你翻到烂了，你还看得那么入迷，要不你学着写小说吧，以你多年的老书虫的经验，写出来的小说保证能大火，然后出版成书，到时候我把你的书摆在咱们书店里最醒目的地方，作为咱们书店里的镇店之宝。我就喜欢看，不喜欢写，像我这种懒人，只有美食能让我动一动，怎么可能会去写书呀？你以为写书很容易吗？想情节就能想到头秃。把你和苏总的爱情写成小说，保管畅销。我和苏南的感情过于平淡，没有曲折，我连个情敌都没有，没什么可写的。倒是你和战少的故事可以写，但我不会写啊。要不你写自传？我也没有这个兴趣啊，我现在忙得很，明天晚上要陪我家那位参加宴会，你也去吧。去呀，苏南早就跟我说了。对了，我和苏南的订婚宴也快到了，你和战少一定要参加。我们俩的婚期则选在5一之前，那家伙让他父母挑选最近的日子，猴急得很。那是苏总很爱你，想早点把你娶回家里好好的宠着你。小军，我带杨洋去买点菜回来。去吧。海童刚走，商小飞就过来了。都是战家大少奶奶了，日子过得还和以前一样，没什么变化。这恰好也从侧面说明了战少对彤彤的爱。彤彤想过什么样的日子，战少都宠着她，由着她，不会强硬的要求她改变。洋洋他也带走了，带着去了。我是过来接洋洋的，想接洋洋去我家里玩玩。我嫂子妊娠反应很强烈，我大哥小军，你知道我大哥怎么说的吗？他心疼我大嫂吐的难受，竟然说要带我大嫂去打掉孩子，说什么看不得我大嫂受这样的罪。这2天我大哥跟家里僵着呢，说生孩子一点都不可爱，我就想着把洋洋接过去，让我大哥看看洋洋多么可爱呀。你大嫂也想打掉孩子吗？我大嫂当然不想打掉孩子，她也做我大哥的思想工作，做不通呀。我大哥很坚持着劝她打掉孩子，说自从怀孕后，我大嫂吃不下，吃什么吐什么，经常是连黄胆水都吐出来，人都瘦了一圈，她心疼得很。现在我爸妈天天在家里守着我大嫂，就是怕我大哥突然就把我大嫂带去医院把孩子打掉了。吐得这么严重，去看医生不行吗？医生给我大嫂开了点药吃，但作用不大，而且我大嫂还要卧床休息保胎，说是黄体酮低。哎，我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当妈妈不容易的。彤彤一般是去附近的超市买菜的，很快就会回来。等她回来，你跟她说一声，再带洋洋过去玩。洋洋聪明又可爱，你大哥看到他，说不定就会改变主意呢。哎，我也是这样想的，我已经跟海玲姐说过了，
海玲姐同意的了。海玲姐知道我大哥有这样的想法后，还把我大哥骂了一顿，说等他忙完就去看看我大嫂。听说怀孕的人喜欢吃酸的，买点酸的东西给你大嫂吃，能不能缓解一下呕吐？这些对我大嫂没用。其实我大嫂是吃什么吐什么，但她不是一吃了就吐的，她是吃进去后好一会儿才会开始吐。她胃口挺好的，能吃，就是吃了藏不住。商小飞等了一会儿，海童便带着洋洋回来了。知道了商小飞的来意后，海童都坐不住了，他打电话给自家男人，他要去大姨家里探望表嫂。老婆，晚上可不能把我撇开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撇开你的，咱们有一辈子的时间呢。挂了电话后，战印也把商无痕骂了一顿。要不是商无痕，他老婆也不会撇下他不管。小姐，大少爷回来后又在闹着要带大少奶奶去医院打掉宝宝，先生和太太被大少爷气得半死。我大哥简直是……隔壁的君然让人留意着邻居的动静，知道商小飞回来后，则拿了点吃的过来。君武少是找我们家小姐吧？我买了小飞喜欢吃的点心带过来，她回来了吧？我们小姐刚刚回来，君武少请进。不过君武少能否迟点再进去？屋里的情况可能不太适合待客。没事，我可以等上一等。君武少，你先在凉亭那里坐坐。没事，你去忙吧。君武少，我先进去给你倒杯水出来。无痕也是心疼阿金，你别被他气坏了，他现在就是个混球。大表舅，你怎么了？不开心吗？杨洋关心地问着，不等商无痕回答，然后羞怯地在商无痕的俊颜上亲了亲。大表舅，我不开心的时候，妈妈就会亲亲我，然后我就很开心了。我也亲亲你了，你开心了吗？大表舅暂时开心了。此时管家走到商小飞的耳边，小声地说了几句话。商小飞低声地吩咐着什么。大嫂，你别生气，我大哥现在就是中邪了一样，妈都骂他混球了。你大哥居然连医生都约好了，小飞，我能不生气吗？可是你这样很受罪，还不如终止妊娠。你若是喜欢孩子，咱们可以把洋洋接过来住，让洋洋天天陪着你。海童，你听听你这个表哥说的是什么混账话呀？洋洋是海玲的儿子，又不是你夫妻俩的，你好意思把洋洋从海玲身边抢走吗？大姨，你别气坏了身体，我们好好的劝劝大表哥就行了。他也不是不喜欢孩子，只是心疼表嫂而已。洋洋9月份就要上幼儿园了，也不能天天陪着表嫂呀。大表哥看着洋洋可爱吧，你和表嫂生的孩子肯定也会像洋洋这么可爱的，那是你和表嫂的爱情结晶，你就舍得不要吗？可是阿金老是土，你看看你表嫂都瘦了一圈，我看着心疼。怀个孕生个娃那么辛苦，还不如不生了。怀孕是辛苦，你以为当妈妈很容易？你不要生孩子，就不要让阿金怀孕，怀上了就要把孩子生下来。虽说宝宝现在还没有成型，但也是一条生命，你让阿金去打掉，那就是杀人，杀你自己的孩子。你只看到怀孕辛苦，你知不知道流产对于女人来说是很伤身体的，那种手术对女人的伤害性更大。表哥，大姨说的都是事实，流产对女人的伤害很大的。表嫂现在快3个月了吧，再忍忍就不会吐的了，就算刚怀孕就流产，都会很伤身体。海玲，你是过来人，你有什么法子让你表嫂不再吐吗？我没有办法让表嫂止吐，要是吐得太严重，可以去看看医生。我怀着洋洋的时候不怎么吐的。看过医生了，效果不大，那就只能忍忍了，过段时间就会好的。表哥，你不要老说带表嫂去流产，那样也会影响了表嫂的心情。孕期最好就保持着身心愉快。商无痕，你要是再让我去流产，我就跟你离婚。孩子我要了，我自己养他。老婆，离婚你是想要我的命呀？好好好，以后我都不提这件事了，咱们好好养胎，等他生出来，我再打他的小屁屁。居然如此的折腾你！不许你打我宝宝，你要是敢打我宝宝，我就带宝宝回娘家住。好好好，我不打他，不打他了，咱们就生这一个好了，以后都不生了。好，咱们就生一个，不多生。大家看到商无痕妥协了，也松口气。以后我再听到你说这些话，我抽你！知道当妈妈不容易了，以后你们就要孝顺我这个当妈的。妈，我们会的。彤彤、海玲，你们留在大姨这里吃饭，洋洋在姨婆家里玩1天再回去好不好？大姨，你就算不留我们吃饭，我们也要厚着脸皮留下来吃饭的。姨婆，妈妈留下，洋洋就留下。海玲，你的早餐店下午不营业的吧？你和洋洋留在大姨这里玩上1天，傍晚用过饭了，我再让司机送你们回去。行。
大姨，我姐要去4S 店买车，我等会儿还得回店里去。你和小飞有空陪我姐去看看车吗？我觉得她天天骑着电动车带着洋洋穿街走巷的，也不安全，就建议她买辆车。战印说送一辆给她，她还不要。我有钱能自己买车，不用战印送给我。虽说战印是我妹夫，可我也不能要她的东西。姐不想让人说你的娘家人想占你婆家的便宜。姐，战印不会那样想的，我婆家人也不会那样想的。姐知道战印和亲家都不会那样想，但姐还是不想让外面的人那样说你。爷爷他们那段时间老是去找战印闹要钱，多少都影响了你的名声。好在大家都知道我们与老家人的矛盾，同情你的居多，我却是你的亲姐，更不能做那种拖你后腿的事。况且姐也有能力赚钱，姐想要什么自己赚钱去买，那样花钱花得安心也开心。彤彤，你忙，你尽管忙去，我们陪着海玲姐去看车，麻烦你们了。你再说这话，我就跟你翻脸了。海童嘻嘻的笑。此时管家忽然进来，先生太太，战少又来了。所有人都看着海童，他怎么来了？他想你就来了呗，我们家对于他来说那是如同龙潭虎穴的，也只有你在这里，他才会踏足我们家。我出去接他。我也出去。小飞，商太太叫了女儿一声，不赞成女儿陪着海童出去接战役。君然来了，在外面的凉亭坐着呢，我出去带他进来。妈，让人多添2副碗筷。商太太与丈夫交换了一下眼神，过来人哪有看不出来的？军总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，不进屋里去？我来的不是时候，战总是来探亲的，还是来接你太太？两者皆有。爱情的力量真大，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，也没有永远的朋友。老公，君然。海童和商小飞出来了，看到2个男人，他们边叫着边走过来。你的阳光来了，你的白月光不也来了？我先走一步，不当电灯泡了。君然说着走向了商小飞。君然，真不好意思，让你在这里等了那么久，找我有啥事？上次听你说喜欢吃他家的小点心，我今天去买材料，经过那家店，就进去帮你买了点你喜欢吃的小点心。喏，给你。我就随口说说的，想吃的话，我会去那里吃，那里环境也不错，又安静，我能在那里坐上一整天。君然，谢谢你。马上要吃饭了，你们那边应该还不能做饭吗？要不要进去一起吃？我那边的厨房还在装修之中，是做不了饭的。这个点去酒店也很多人，未必有雅间呢。你请我吃饭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他们俩很般配，是挺般配的。军武少明显是喜欢小飞，但他没有向小飞表白。战印，哦，老公，你能不能去探探军武少的口风？行，改天我帮你探探军总的口风。他若是真的喜欢商小飞，就鼓励他去追求商小飞。彤彤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就算没有你，我和商小飞也不可能的。他不是我喜欢的菜。我没有胡思乱想。对了，你怎么又过来了？这样来回跑，挺累的。我想你就来了。每天都是一起出门的，还想呀？只要你不在我身边，我就想着你。你要是去远的地方几天不回家的话，我更是为了你茶饭不思，干什么事都没有劲。上无痕还犯浑吗？劝住了他，没有再闹着让表嫂去打掉孩子了。我大姨和我姐都说了，流产更伤身，她心疼表嫂，就没有再嚷嚷着要打掉孩子。听小飞说，她闹了几天的了，我大姨都被她气得半死。怀孕是真的辛苦，男人呀，一定要好好的疼爱珍惜那个愿意为你生儿育女的老婆。彤彤，我会永远疼爱你，珍惜你的。咱们结婚还不足1年呢，还处于保鲜期，你能不能做到永远珍惜我？还得让时间来证明一切。我用一辈子来证明我对你的爱。走吧，我们进去吃饭。众人在商家用过午饭后，战印要回公司，君然也不好再留在商家。军总，要不要一起走？好，正好我有事要和战总讨论讨论的。彤彤，不用送了，我和军总一起走。你在大姨这里午休后再回店里去。你上车后在车上睡一会儿，免得下午没有精神。下午别喝太多咖啡，影响晚上的睡眠。我会的。战总，我这栋房子还在装修之中，显得有点杂乱，你别见怪。装修要花多长时间？估计明年我才能搬进来住吧。装修是很费时间，也很麻烦。我的房子每次装修，我都是交给管家去管着。其他房子的装修，我可以交给管家去管。这栋房子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想自己管着，免得装修出来后的效果不如愿，还得拆了重来，那样更费时间。你是要把这栋房子当成你婚后居住的家，那是要多花点心思。是的，力求做到最好，让他参与其中，那样装修风格就能让他满意了。我把装修的新图纸也拿给他看过的，征求他的意见。军总，你是喜欢商小飞吧？君然看着他，
想从战印的脸上的表情探出战印的内心想法。军总，你不用这样看我，我对商小飞从前没有爱，现在也没有爱，将来也不会有爱，她一直都不是我的菜。军总喜欢商小飞的话，尽管去追求，这件事与我没有半点关系，我不过是受人之托来试探一下军总，探探军总的口风。是你太太吧？是我家彤彤让我来探一探军总的口风的。军总既然喜欢了商小飞，为何不表白，也不展开追求？军总在怕什么？军总是我和彤彤这一路走来的见证人之一，不知道军总从我夫妻俩身上学到了什么。我不知道小飞喜不喜欢我，我看商小飞对你的印象很不错的。我和小飞现在还是处于朋友阶段，他对我应该还没有男女之情，他对你的痴恋时间太长，我想让他彻底走出来，冷静过后再向他表白，那个时候他头脑更清醒，知道他爱不爱我。军总有自己的安排，就按着自己的安排去做吧，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，军总尽管开口，我夫妻俩能帮到的一定会帮你的，我夫妻俩都希望商小飞能够得到幸福。如果有一天我和小飞能修成正果，我一定会让小飞活成别人羡慕的对象，像你太太那样幸福的。军总自信一点，只要你出手了，就没有不成功的。商先生和商太太难道看不出来我的居心？商无痕也能看出来，他们每次看我时的表情及眼神，战总刚才也能看到，他们就是不让小飞发现而已。他们不是不认可你，是觉得你太远了。商小飞在商家那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，为人父母的有几个舍得让女儿远嫁的？女人远嫁也需要很大勇气的。我知道他们舍不得小飞远嫁，所以我就买了这栋大别墅，当成我婚后常住的房子。我大哥多少知道我的一点心思的，不会再把我调离管城，会让我一直打理着管城的生意。这一点你得让商家人相信，让他们知道，就算商小飞嫁给了你，她依旧在管城生活，还离娘家特别近，天天回娘家蹭饭吃，只需要走2分钟的路就行了。我会让他们明白，小飞嫁给我的话，他们不是失去一个女儿，而是多了一个女婿。军总还是一如以往的腹黑，预祝你能抱得美人归。谢谢，我得回公司了。彤彤，明天晚上的宴会，你还准备跟着大姨一起出席吗？大姨，我明天晚上陪着战印一起出席孔老办的宴会。战印说孔老是个值得尊敬的长者，每年孔老办的宴会他都会出席的。你敢以战家大少奶奶的身份陪着战印出席宴会，大姨很开心。其实那个圈子混熟了就能适应，不管别人心里怎么想你，你只要没有做出出格的事，他们也不敢对你做什么。你是战印的太太，这是抹不掉的事实。不管你多努力的提升自己，别人提到你依旧是说你靠着战印的，除非有一天你能超越战印，让别人因为你才知道战印。既然是抹不掉的事实，就不必去逃避，坦然的面对就行。你过去经常陪着沈小姐参加过很多次上流社会的宴会了，其实你并不怯场，你的言行举止也大方得体，只不过过去的你不显山不露水，不想引人注意而已。我和小军会被沈姑姑带着去参加宴会，是冲着宴会上的美食去的。海玲，大姨，怎么了？海玲，你困了，带着洋洋去客房里休息吧。做早餐生意是很累人的，每天都要早起。是累了点儿，不过累也快乐着。大姨，你想说什么？你说吧，我听完了再上楼休息。大姨想问你明天晚上有没有兴趣跟着大姨出席宴会？彤彤能带着你去，我想你是不想跟着彤彤夫妻俩一起出现的，跟着大姨一起，不用担心别人说你什么，大姨是你的长辈。大姨，你也说了，我要是想去，彤彤随时能带着我去，是我不想去。现在的我还不适合迈进那个圈子，等到我将来开了几家大饭店后，我自己就会融进去了。那大姨就不勉强你了。海玲，陆总还会天天去你那里吃早餐吗？只要我的店开门，陆总都会过来捧场，他不挑嘴，虽说是身家100亿的大总裁，也和普通人一样。海玲，你上楼去休息吧，等你休息好了，我和小飞再陪着你去买车。好。彤彤，你有消息了吗？大姨，什么消息？商太太忽然问着海童。正和商小飞凑在一起刷着视频的海童听到大姨的问话，抬头不解地问：妈，是指我和海童投资的事吗？合同签好了，也开始动工了。我现在在召集种菜的好手，等到菜种下后，彤彤，咱们得去跑业务了。明天晚上是个好机会。商太太满脸黑线，此时俩人才意识到他们的回答都错了。大姨，你是指我肚里有消息了吗？你们投资的项目，无痕和战印都支持，我也觉得有前景，不操心你们的投资。我年纪大了，想的都是你们的人生大事。彤彤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还有事得出去一趟。彤彤，你放心，你拜托我的事，我会帮你办妥的。商小飞马上站起来，很不讲义气地撇下海童溜了。
彤彤，你看看小飞她，真被他和他二哥气死。27岁了，一点也不着急。小飞是不用着急，君然家在 A 市，太远了，我不同意小飞远嫁的。你让战印跟君然透露，让他死了这条心，别老是来招惹小飞，免得小飞遭受第2次情伤。君武少不是买了房子吗？就在隔壁，那是邻居了，还远呀。他买再多房子，也改变不了他是 A 市君家武少爷的事实。彤彤，你和战印也该要个孩子了。大姨，我们夫妻俩没有做错事的，但我就是没有怀上，也不知道我有没有问题。我想着，再过一段时间还是怀不上的话，我就去医院做个检查。若是我有问题，早点治疗；若是战印有问题，也让他早点接受治疗。大姨看你们都是身体康健的人，不会有问题的。你放宽点心，有时候越是想怀孕，越是怀不上的，那是因为压力过大的原因。大姨，有些人看上去很健康，其实也有点问题的，不检查过都不知道自己哪方面出了问题。可能是你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你婆家有没有催生？你别管他们催生，放宽心，慢慢来。要是觉得压力大了，就和战印出去旅游。我也没有觉得压力过大，我婆家也没有催生，奶奶偶尔才会说想抱曾孙女。过段时间，战印说带我去 A 市旅游，也想拜访一下君家大少爷。也可以，总之出去旅游散散心，心情好了，孩子就会来报道的了。你婆家不催生，战印想来也不会心急的。你不要老是去想着怀不怀孕的问题，婚后2年，在没有做任何措施的情况下都没有怀孕，再去检查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不能怀孕。还有时候夫妻生活太频繁，也会怀不上的。见海彤的神色，商太太猜到了原因。你们夫妻俩可以说还处于新婚燕尔的阶段，那样也很正常。不过你也不能太宠着战印，要为自己的身体考虑。大姨，我会的，他也不是那种只顾着自己快乐不管我死活的人。战印对你很好，大姨倒是不担心你，就是担心你姐。那个陆东明对你姐是不是有点意思？我看他对杨洋特别好，也很帮着你姐。陆总说他就单纯的喜欢杨洋，我姐对陆总压根儿就没有想法。陆东明是大姨欣赏的青年才俊，但陆太太不是个好相处的婆婆，她瞧不起你姐的出身。若是他们俩只是普通朋友关系还好，若是……大姨放心吧，我姐不会再轻易动情的了。啊，顺其自然吧。大姨，你午休吧，我回去看店了。路上开车小心点。海彤刚回到店里，叶佳妮就来了。